大家好，我是傻力生。有一种被誉为邪术的赚钱方法，比你去发明一台苹果手机还要赚钱无数倍，因为它是直接掏空一个国家的财富，把这些钱转移到你个人的户口里面，而且居然连一个普通人都可以去操作。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样说，因为这世界很多的国家都在抵制这个方法，但却又会在使用这个方法的人面前求饶啊！这个方法就叫做空。很多人提起股票，他们都会想起他们的偶像股神巴菲特。但如果你走进华尔街，随便做一个人来问，他们的偶像只会是3个人。第一个，也就是我的投机启蒙老师 Jesse Livermore， 在上世纪做空了整个美国的经济，让那些美国的资本大亨 JP Morgan 还有整个政府都在求他说，请你收手吧，你再这样搞下去，整个国家就没了。另外一个是电影大空头的原型Michael Burry， 在08年的时候做空了整个美国的房地产，让全球的金融市场崩盘了。再来就是索罗斯，直接做空了东南亚、英国、日本、美国还有香港，每一次都让无数的人倾家荡产，甚至是跳楼。为什么说这是一门邪术？因为全世界去投资的人都是希望资产的价格上涨的，唯独这些打游击战的做空手，他们就仿佛跟全世界的人对赌。也因为这样，当资产的价格像骨牌一样被推倒，然后演变成洪水，暴跌的一发不可收拾的时候呢，大部分人的财富都会被他们洗劫了。这不需要一兵一将就足以让全世界进入到经济衰退，要用几年甚至是10几年来修复。而对于我来说，当我明显看见一个下跌信号的趋势的时候，就比如说之前美国开始升息，而日本还不断的去印钱降息，那日元肯定是越来越不值钱而贬值的啊。那难道我明知道它会暴跌，我明知道只要做空就能够赚到钱的时候，我还要跟大部分的人一样，去把钱都换成是日元，方便以后要过去旅游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会错失几十倍的利润，甚至是亏损了。那么做空日元和比特币的思路，我都有在他们暴跌之前分享过，我就不多说了。而今天我将会毫无保留的告诉你，做空的所有道与术，到底什么是做空，以及如何做空。最重要的是，如何跟着那些金融巨鳄去做空，因为你不可能说推倒那些股价嘛，你只能顺势而为。当他们做空的时候，你也去做空，就是怎么样可以在经济萧条的这些时间，就算资产的价格下跌，也能够赚到钱的方法。那么我的频道是专门培养老板、投资下有钱人的。如果你不想要错过这些资讯，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各位想要学习空手套白狼吗？其实做空它不仅仅是一种炒股、炒外汇的手段，还可以让你瞬间获得一辆 Tesla、保时捷还有法拉利，甚至毫不夸张的讲，这个世界的万物，只要你发现它的价格暴跌的趋势，你都可以随心所欲的让它成为你的囊中之物。而现在我就把这套心法传授给你，仔细听了。假设我的邻居有一台 Tesla 的电车，我很羡慕他有车开，但我没有钱，买不起车，怎么办呢？很简单，就是把他的车变成我的车，但他又不傻，怎么会把自己的车白送给我呢？那这时候我就跟他说，兄弟，我最近想要去追一个女生，能不能借你的车给我开几天啊？那这邻居呢就非常的仗义，当场就把车钥匙给我了，条件就是替他洗一次车，把电充满回来。那 OK， 我一拿到车就偷偷的把这个车卖给二手车行，卖了3万美金。然后我在 YouTube 上散布消息说 Tesla 的刹车会失灵啊，电池会爆炸啊。那 Tesla 的车主一听到就会很害怕，然后赶快的把手上的 Tesla 卖掉，转回去买油车。而那些想要买车的人呢，也不敢买 Tesla 了。可是这种鬼话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相信呢？因为新闻刚刚说了 Tesla 发生了连环撞车事故，我在假装自己是知情的人士，说 Tesla 出事故是因为刹车的系统失灵了，不就没有人敢买了吗？这样二手的车行只能降价去卖 Tesla 的二手车，原来可能卖4万多美金一台，现在降到1万美金都没有人问价格的。这个时候我再花1万美金把邻居那辆 Tesla 买回来，洗干净还给他。当然你不要问我不是车主的话怎么卖车的问题，这个只是一个思路。重点来了， Tesla 的价格下跌了，但我反而净赚了2万美金，我还多买了一辆 Tesla 的二手车，还有钱剩下来，能够听懂吗？金融巨鳄就是通过这个心法来做空市场，掠夺大部分人的财富的。
首先呢，这些做空的炒家会先介入一些证券，像股票啊、期货啊、外汇之类的，趁他们的价格还在高位的时候卖掉，等到他们的价格跌下来以后呢，再把这些证券买回来，然后还给别人，这个就叫做做空。做这种事的人呢，我们叫做空头。只有当资产的价格下跌的时候呢，空头才可以赚到钱的。那为什么他们可以推倒一个经济呢？比如说，当股票涨得很厉害，大家都去炒股，连没有工作的人都去借钱炒股了。这些人呢，一旦股市下跌，他们都是没有资金去接盘的。那么问题来了，你去买了股票之后，你会不会得到一份股票的证明呢？不会嘛，你只会在账户里面显示你已经购买了那个股票，因为其实你的股票是在券商那边的，也就是说，券商是拥有你股票的使用权的。这时候他就可以把你的股票借给那些想要做空的人，然后赚取利息。比如说，券商把你的 IBM 股票借给了我，每一天收取我 1% 的利息。但如果你今天想要卖掉 IBM 的股票，他就会把其他人的股票先卖掉，然后给你钱。等到我把 IBM 的股票连同利息还给他之后，就可以填补券商卖掉其他人股票的那个漏洞。也就是说，今天我是一个做空的操盘手，我向券商把你的股票都借过来，然后大量的在市场上抛售。这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啊？很简单，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呢，价格会下跌嘛。然后这些金融机构会散布一些这家公司的丑闻，还有一些负面的情绪，让市场上的散户们解读成为什么股票涨得好好的，但突然价格下跌呢？原来是那个公司的老板要去坐牢了。这个时候这家公司的股价就会迅速的暴跌，可能1年涨上去的股价3天就跌回去了。因为越跌的时候呢，就越没有人要接盘嘛，可能是资金不够，又可能是信心不够。这个时候金融机构才慢慢的从底部把这些暴跌的股票买回来，然后还给券商，这里面赚的就是暴跌的差价。这就是为什么做空的人在崩盘的时候，在金融危机的时候赚的钱比平时更多更快了，就是这个玩法。所以你大概能够想到，我们这一年多次的去做空日元的利润了。那为什么市面上很少人会教你做空呢？就是因为在大部分人眼里，做空的风险是非常大的。今天你去炒股，股价最多只能跌到0，你最多只是把你的本金都亏光了，听起来你已经觉得很痛苦了，对吧？但是如果你去做空的话，你有可能不但亏掉你的本金，更有可能牵扯到更多的负债，因为做空就是看跌嘛。但如果股票涨起来的话，是可以没有上限的，也就是你的亏损可以是无限大的。就好像刚才的故事，如果 Tesla 的价格没有跌，反而又翻了几倍，从3万美金一辆涨到10万美金，那我不就是要亏7万吗？而且别忘了，我还要帮邻居洗一次车，这个洗车呢，其实就是利息。如果你去做空一只股票，你就要问证券商或者是银行借股票，那么你就要付给他们利息。也就是说，就算今天这只股票不涨也不跌，你也要付利息的，因为你借了人家的东西嘛。所以为什么证券商那些愿意借股票给你？第一呢，就是利息很高的；第二呢，就是因为他们需要你有抵押资金在里面，他没有什么损失，对吧？有什么事情呢，就往你的押金里面扣。所以很多人会认为，既然做空的收益这么大，风险也会非常大，他们把收益跟风险挂钩了。其实不是的，风险呢只会跟一个人的认知挂钩。如果你不了解什么是做空的玩法，那的确这件事情本身风险是比你普通去买个股票高的。但是如果我们有设定好止损，并且我们已经很明确的知道美联储会不断的升息，就是为了剪羊毛，收割全世界的资产的话，那么我们判断美元会不断走强的情况下，而日本政府已经说得很清楚，他们只会一直维系着很低的利率，不会跟着升息的时候呢，那日元肯定是有很长时间的暴跌啊。这一点你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影片。那么做空日元这件事情呢，虽然说不能100%的赚到钱，但是我们会设置最多5%的止损。万一有什么内幕消息我们是不知道的，比如说日本突然的升息了，又或者是美国停止升息了，导致日元升值，那么我们就止损离场嘛，我们最多也就亏5%的本金。但如果日元暴跌，就好像我们现在这样，那这就可以替我们赚到平时的几倍，甚至是几十倍的收入。我一单的交易就抵得上我1年的收入了。所以说风险是可以控制的，而收益也是的。为什么我走到什么地方，甚至我连取个名字都要告诉大家去创业呢？各位，你觉得创业的风险大，还是打工的风险大？
在后疫情的时代，经济已经进入了衰退。如果你之前去买股票，你可能已经赔了一半。连全世界最大的企业微软、亚马逊都疯狂的裁员，而这个泡沫其实还没有刺破哦，因为其实日本的负债率已经非常高了。如果有一个做空的金融巨鳄走了出来操作一下，那金融危机其实也离我们不远了。所以你去思考一下，当老板的收入少了怎么办？解雇几个员工，成本不就下来了吗？当打工如果失业呢？你的房租怎么办？你的吃喝玩乐怎么办？别说失业了，你请上3个月的病假，薪水就没有了，对吧？因为打工的本质就是同意被剥削。你平时薪水有一半在房租上面，还不敢去旅游，连追个女生都不敢，因为要花钱啊。那么你觉得你可以存钱存一辈子，但不好意思，一个通胀，你存的钱都不值钱了。而创业对于我们来说风险是很低的，因为我们付出的成本是有限的，就没有什么成本，但我们可以博取一个无限的利润。比如说做房地产的，你以为风险很大吗？因为需要很多钱，对吧？其实当你对这方面有认知，风险是非常少的。今天我要开发一个楼盘，我就拿一个 PPT 去招商介绍这个项目，把钱融资过来，就可以向政府拿一块地。而只要土地拿过来之后，就很容易向银行贷款，只要贷款到手，就可以去设计这个楼盘，然后不需要等房子建好之后才去销售，而是去卖楼花，直接把所有的成本和利润都收回来。所以这里面的风险是很低的，而利润是最少1倍。但为什么你会觉得这样的创业风险很高呢？就是大量的人在创业之前不去学习。你比如说去开个餐厅，生意好不好全靠你的运气，就算你炒的菜再好吃，你卖不出去都是黑暗料理。因为当你面对店租、员工的薪水还有食材的成本，你会很痛苦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在 YouTube 上创业？因为这个才是真正你什么都不干去旅游，也可以24小时为你带来被动收入的资产，而且是真正的零成本创业，代表了你每赚到100万美金都是你的利润。YouTube 上有25亿的人，如果每人给你1块买你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你就会有25个亿。如果你想要摆脱上班的无限轮回，如果你希望成为我的弟子，学习我们年赚7位数美金的商业机密，我把我所有的心法和招式都记录在一个价值300美金的培训营里面。但是今天如果你有订阅和点赞，你可以享有免费报名的权利。而报名之后呢，我本人以及我培养的创业导师打算抽出一些比较幸运的人，抽时间为他们提供一个1对1的免费咨询服务，帮他们独立的去诊断目前如何才能够最快长远的提升几倍的收入。而报名的链接将会马上下架，所以你可以马上在影片描述栏上的第1条链接去报名，就看你的手速快不快了。那么到底资本家是如何选择做空的目标呢？难道索罗斯是想要做空泰铢就做空泰铢，想要做空英镑就做空英镑吗？整个资本市场的规则都是由他们来定的吗？其实不是的，做空只是一种推力，不是说资本家做空某个股票，这个股票才会崩盘的，而是这个股票马上要崩盘了，资本家才会去做空它的。大家再回忆一下我刚才的故事，我之所以能够把 Tesla 汽车的价格打下来，不是因为我有超能力，而是因为 Tesla 的汽车出现过交通的事故，所以别人才会相信我的话。所以什么是资本家最美味的猎物呢？就是那些有问题的劣质资产。这些劣质资产的价格还是要在很高的位置。为什么要选择劣质资产而不是优质资产呢？很简单了，今天有些人为了流量走出来说房价要崩盘了，叫人家赶快的去卖房。那么这些人你敢不敢现在去做空房价呢？你去把房子卖了，然后暴跌的时候你买回来，你敢不敢呢？不敢嘛，因为可能他们都没有买过房。而当他们做空房地产这优质资产的时候呢，市场上真正的投资人，我们会趁着你卖的时候大量的吃进，那你不就翻车了吗？被我们暴打了吗？所以我们要顺着资本家的思路去找劣质的资产做空。但记着，不是什么劣质的资产都能够去做的。我们不是在垃圾堆里面找垃圾，而是到高档的酒店里面去找垃圾。为什么？因为垃圾堆里面的垃圾呢，所有人一眼就看得出它是垃圾，它的价格已经很低了，你再怎么样去打压它也赚不到钱的。而做空的本质就是找到那些还没有被人家当垃圾的垃圾，用华尔街的话来说，就是被高估的资产。什么意思呢？很简单的，要符合成为做空猎物的有2个条件。第一，这块肉要够肥，
就是这个资产的价格一定要是处于在高位的，这样才会有利润。第二，这块肉是块被包装的烂肉，就是这资产的素质要很差的，要严重偏离到它的价格。就比如说300年前，法国有一家密西西比公司，当时欧洲人刚发现美洲的大陆嘛，所以去美洲淘金呢是最赚钱的生意。密西西比公司呢就告诉股民，我们公司是专门在美洲的密西西比的河边挖黄金的，那里到处都是金银，我们公司躺着就能够赚到钱。所以在外人的看来呢，密西西比公司就好像今天 Tesla 一样，行业是最热门的，而且业绩是最好的。你们如果看到这种公司会怎么做呢？会不会想要赶紧去买一点它的股票呢？也因为这样，当时密西西比公司的股价直接涨了上天。但实际上呢，这个密西西比河啊，它的两岸都是沼泽，根本挖不到金子的。这家公司的业绩呢都是假的，这个就是所谓的高档酒店里面的垃圾，同时呢也是肥美的猎物。所以当时有一个法国的资本家，他去过美洲，知道这家公司的真相，所以就暗中卖空了他的股票，然后把造假的消息散布出去。那么很多的股民也是半信半疑的，毕竟他也不是权威的人士，但股价还是微微的下跌了。因为很多人都不管是真是假的，但发现股价确实有点高了，怕有泡沫，所以也就先抛售了，保住盈利再说嘛。也因为一直暴涨，突然下跌了，就惹来很多人的关注和调查这事情的真相。结果就像 Me Too 一样，更多实锤的消息到来了，它的股价就彻底崩盘了。这个就是最早，也就是我们学做空的必学的思路。真正专业的做空公司呢，每年有很多的时间都会去实地考察，然后再去做猎杀的。你以为这个很复杂吗？当年我大学毕业以后，就很想进入做空行业里面的天花板混水公司里面去工作，但后来我才发现，原来他们公司连同老板才一共5个人。那他们5个人到底是如何寻找猎物的呢？2个字：接力。前几年美国有一家上市的公司瑞幸咖啡，他们从创立到上市只用了不到1年半的时间，打破了上市速度的世界纪录。那又怎么样呢？混水公司就偏要去挑战它，最后还真的用了2个月，让他们的股价跌了80%。方法呢，其实很笨。第一步，混水公司招了1500多个大学生，告诉他们你们来这里是帮我做一个社会的调查的，至于调查的课题是什么，你们也不用问，完成任务之后呢，就找我拿钱就好了。然后他们就蹲在所有瑞幸咖啡店里面的门口，24小时的监视里面的情况，就好像警察去做坏人一样。这些学生呢就看着手机，对着咖啡店里面的门口去拍什么呢？人流量啊。我们怎么看这服务业的业绩呢？最简单就是看它的人流量嘛。比如说，如果你们看到星巴克里面的咖啡突然冷清了，就好像疫情刚开始的一样，那大概就知道了，星巴克的股价肯定要跳水的。然后混水公司呢，不光让学生拍他的客流量，还让他们收集顾客手上的收据。我们通过收据就能够看见这家咖啡店里面的咖啡单价，还能够看出顾客总共消费了多少钱。混水公司呢就是这样监视了一段时间，发现瑞幸咖啡的销量被夸大了80%多，咖啡的价格也被夸大了1/10以上。所以大道至简，最笨的办法就是找到证据。那普通人要怎么找到这些线索呢？其实如果你真心想要干好做空的话，你会很容易发现很多蛛丝马迹的。比如说瑞幸咖啡的老板和投资人都撤走了16亿的美金。更危险的是，瑞幸咖啡的高管在上市以后呢，通过股票质押的方式减持了手上49%的股票，抛了将近一半了。那么什么情况下老板和高管这些最了解自己公司的人都卖掉公司这么多的股票呢？肯定是觉得自己的股票没有前途啊，在高位捞钱就走嘛。所以我们要学会看上市公司的股权变化，看看他们的老板和高管有没有突然减持的，如果有，就说明他们要跑路了，要扔下这家公司不管了。这种消息绝对不会有假的。你们每天都用手指点开炒股的软件，还有交易所的网站，就能够看到各个公司的股权信息。当我们发现了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观察这家公司的股价，一旦它跌破了我之前教的重要支撑线，或者是50天的平均线跌破了200天的平均线，进入了长期下跌的趋势，我们就可以开始做空了。详细的技术教学呢，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因为我要重点讲一下如何去做空外汇，汇率相对比较容易找一点，而且门槛还比较低哦。
你会发现所有的规律都跟以往一模一样的。比如说92年的时候，英国的经济陷入了衰退，所以英国央行这时候呢就应该要降低利率，才能够刺激经济的。可是利率一旦降低呢，英镑就会贬值。索罗斯就抓住了这个机会，找银行借了大量的英镑，准备要去做空。但外汇跟股票不一样，外汇的价格是两种货币的比率，就好像台币对美元的比率是一样的，台币贬值了，那美元就会升值啊。同样的，索罗斯做空英镑，就相当于做多了另一种货币，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利用的一个特征。如果你想要去做空一种外汇，就还可以同时买入另一种外汇，前提是你买入的外汇会因为你做空的行为而升值，这个就是做空外汇的多空仓策略。索罗斯当时就是用了这个策略。那他买入了哪个外汇呢？我们看看海对岸的德国，当时还没有欧元啊，德国人他还要用马克当钱花的。德国的问题呢，就是通货膨胀太严重了，就好像今天的美国一样，你们看新闻就知道，要解决通货膨胀，德国就要升息的，要提高利率的。德国的利率上涨呢，英国的利率下跌呢，英国的有钱人就会把钱存到德国去赚利息的，所以德国的马克就会升值，就好像今天的美元一样。于是呢，索罗斯就会大举卖出英镑，再去买入德国的马克，其他的投资者也开始跟着去卖，英国政府就立马着急了，英国的财政大臣赶紧去求德国降息，我们实在顶不住了，你们快点把利率降低吧。但是德国政府才不会管英国人的死活，毕竟不去解决通货膨胀，他们可能自己也要倒台的。所以很无奈，英国的央行只能升息，一天之内把利率提到 15%， 但还是顶不住空头的压力。最后英国的政府呢，只能放任英镑贬值，任凭索罗斯他这个人去收割。从此外汇市场里面的人只要听到索罗斯的名字，就会立马的闻风丧胆了。然后97年嘛，索罗斯又盯上了东南亚，就导致了今后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人们都说是他制造的，但我说了，资本家做空的都是快要崩盘的资产，比如说97年的泰铢。看过历史的人呢，都可能会问我，当时的泰国经济不是很好吗？其实不是的。95年的时候呢，泰国的进口就比出口多132亿美金，占据他们的 GDP 7.8%。也就是说，泰国人每赚到100块钱，就要拿出7.8块给外国人。用新闻上的话来说呢，这132亿美金呢，就是财政的赤字，意思就是泰国出口的东西赚的钱，比他进口东西花的钱少132亿美金，而且泰国还有1000亿美金的外债，但是泰国的央行金库里面只有大概300亿美金，这些钱还债都不够的，更没有办法拿出来去救泰铢的。虽然那几年呢，有很多的资金通过资本市场流入泰国，但都是一些投资客，也就是新闻说的热钱。市场一波动，这些人就会跑了，只会把泰国坑得更惨。所以其实新闻早就已经报道了，97年泰国央行的仓库里面已经没有子弹了，外面又全是敌人。但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这关我什么事，然后就不以为然的继续的生活。而索罗斯就看准了机会，先找到泰国的银行借了一笔泰铢，然后再到市场上去抛售，结果整个东南亚都被索罗斯割了韭菜。你们看索罗斯的操作就明白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外汇，资本家是不会去做空它的。你们想要去做空外汇，也要跟着这些大空头去走，去找到那些近期经济有问题的国家，看看哪些国家的经济形势、通货膨胀，还有经常账户、外汇储备、热钱上面有问题的这些资讯呢，新闻里面都会有讲的，很容易找得到，而且绝对可靠。你们也可以去一些国际的组织网站上面去查这些数据，像是世界的银行啊、IMF 啊、OECD 的网站，我们都可以利用起来。再结合多空仓的战略，我自己呢就是了解了日本降息、美国加息的信息，才敢去做空日元的。那么你可能会问，如果我没有钱去做空怎么办？我再告诉你们一个普通人做空外汇的手段，但你们必须要上手了以后才去操作。用这种方法呢，你们甚至不需要先介入外汇，叫做裸卖空。什么意思呢？同样我去找邻居借了他的 Tesla 汽车，但他不同意，说他要去开车环岛游，那怎么办呢？我就先骗二手车行说，你看见那个 Tesla 了吗？那个是我的，我想要过几天把它出手了，
但是我急需要用钱，你能不能先付我钱？过几天呢，我把车给你。于是呢，我先拿到钱，等到 Tesla 的价格跌到$10,000的时候呢，我再买2台车，一台是自己开，另外一台是还给车行的。你们听懂了吗？这就叫做裸卖空。比如你先下一个空单，卖出一笔英镑，但实际上你根本没有英镑，所以你要在几个交易日以后呢，才买回英镑，平到这些空单。不过这种机制呢，只有在外汇还有期货才能够去裸卖空的。但是期货的风险太大了，所以如果你是新手的话，还是先学习一下怎么做空外汇吧。其实以前美股也可以这样做的，但是08年金融危机之后呢，雷曼兄弟就被很多人裸卖空了，所以他才会这么快的倒闭。结果美国政府就直接禁止在股市里面搞裸卖空，因为你的吃相太难看了，让别的资本家也弄到受损了。而如果你觉得这个操作太难，投机不适合你，你希望拥有一个长期为你带来被动收入的事业资产，那么你一定要学习在自媒体上创业。为什么以前 Facebook 这么牛？因为我们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 Facebook 上面。而今天为什么 YouTube 更牛？因为你今天有没有发现，你用 Facebook 的时间变少了，而且用 YouTube 的时间变长了？那为什么用户愿意在抖音上面？很简单，它的演算法能够给你智能的推送，它知道你喜欢什么，你只要看影片，它会根据你看影片点赞和停留的时间，它能够分析出来你这个用户喜欢看什么。YouTube 比你自己还要更懂你自己啊！而如果你的生意、你的产品不断的被 YouTube 推送出去，那你是不是可以不花1分钱的广告费，你都可以让无数人购买呢？在现在这个时代，你一定要多留一条路给自己。以前靠信息差赚钱，低买高卖就可以发财了，直到电商的到来，传统的行业直接走到死胡同。现在自媒体崛起，大家都不在电商里面平台消费了，而是看 YouTube、抖音的带货和业配，整个互联网行业再一次变革了。今天你发现了吗？就算你去开个餐厅，你也需要去开个 IG 来引流，但是这已经很落后了，因为人类的注意力都已经放到了 YouTube 这些平台里面了。所以所有实体生意的人已经很流行通过影片引流到自己的店，然后进行收费。你食材再好，口味再棒，有什么用？没人过来消费，你做给谁吃啊？所以为什么我的一个弟子是整蛊的师傅，他从零开始用了我的方法和系统，在不同的媒体做到了现在几万粉丝，然后被无数的媒体和新闻去报道访问。现在他完全不需要担心客源的问题，也认识到他以往不可能认识到的名人，走进一个强联手的圈子，不但是因为他站在了趋势的风口，他懂得抓住机会，更多的是一个可以让他直接复制的系统和框架。你不需要去想做什么、怎么做、如何赚到钱的，这些你只需要套用我的系统在你自己的身上就 OK 了。而你可能会担心你没有一门手艺，更不想要露脸，也没有试过创业、营销、剪辑等等的技能，你怕做不了。那我告诉你，我们的创意商学院就是专门为你而设计的，因为你一开始只需要副业的去做，不需要有什么产品，完全不影响你的正职。而我们也不是把你打造成一个网红，而是一个像 LV 一样的品牌，而且让客户追着你跑的24小时自动赚钱的生意。为什么有无数的素人可以在之前通过卖 NFT 发财呢？为什么一些明星在娱乐圈默默的耕耘，到头来他们在互联网赚到的钱比他们以前赚的钱多几百倍呢？比如说刘畊宏啊、陈亦儒啊，为什么都做自媒体？为什么无数的几岁小孩只是把打游戏、玩玩具的过程拍成影片，就可以年赚过亿美金呢？里面的底层逻辑和具体的操作方法都会在商学院里面传授给你，你只需要听话，跟着我的思路去执行就 OK 了。而就算你觉得自己的文化有限，但你还是一心想要成为一个老板，那你也不需要自己去看书，因为我们有一个品书会永久的会籍，也是送你的。我们团队会为你拆解100本书的精华思维，而当你走进我们的大家庭，你就有资格加入我们几千人的 Facebook 同学精英群组，里面是卧虎藏龙，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基本上你不是住在富人区，就不可能认识到这些上进并且有实力的朋友。而我们会分享我们的价值、资源还有资讯。那么人脉就是钱脉，我们是抱团越来越强的。那么我们最近在不断投入新的资源以及新的内容在商学院里面，所以我们也会进行大幅度的涨价。所以如果想要成为我弟子的，别犹豫了，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2条链接加入吧。好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
那么接下来的每周四8点30分，我都会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